有秦玄雅仔细擦拭着自己的飞剑，看他这个样子，并没有因为李长寿的传声就改变了主意。李长寿索性不再多管，其实也管不了什么。他施起风雨咒，这次主要是为了听场地内的议论声，做一下演出后观众实时反馈。一缕缕言谈声随风入耳，远远近近，十分嘈杂。这个渡仙门弟子倒是不错，那个龙宫二太子当真是太急躁了些，完全发挥不出自身的实力。刚才那位龟丞相不是说了，这位二太子毕竟才10岁，心气儿冲了些，在所难免。贫道上去，说不得还能赢下二太子，可惜这个渡仙门弟子先被打出边界了。仔细地分析了一阵，李长寿的心底稍稍安稳了一些。此时他这个渡仙门优秀弟子的形象立体丰满，而没什么破绽。而他与门内10家仙苗坐在一起时，又会迅速被比下去，旁人并不会在他身上看到什么光芒，自然也不会继续多关注。龟丞相又正式宣布了一遍，刚才切磋使龙宫二太子获胜，但是龙宫二太子因为性情急躁，气息走差，将自己震出了内伤，已经回龙宫调养，后面的几个祝寿环节也就此取消。这件小风波也暂时告一段落。而李长寿也从这次诡异的事件中看到了洪荒之无常，龙心之复杂，感慨自己还是太过年轻了一些，低估了人心龙性，此事没能够考虑周全。但鬼知道这个小龙会搞这么个东西啊！这敖乙的路子竟然这么野，还想有意输在他手中。还好他提前一步出界认输，要不然现在这情况当真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下回遇到类似的情况，就自己给自己一拳，把自己给打成重伤，直接退场算了。回想刚才两个人交手的时候，两个人心里肯定都在说，你要演我。彼此彼此。不用多想，这小龙肯定是有其他的算计，能够平安回返山门，已是李长寿此时最大的期望了。权衡利弊，哪怕后面要暴露自己一部分底牌，能顺利离开这个危险的环境也在所不惜。毕竟藏底牌的目的本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活下去，谁知道这后面还有什么龙事龙戏。一场表演赛过后，荡妖大会正式开幕，龙宫又搞了几个大场面，然后拿出了12件仙宝层次的法宝，作为接下来各派弟子切磋的最终奖赏。切磋以手类攻类的方式进行，门人弟子不限次数参加，场内也被划分出了几块区域，每次开类以1件仙宝为彩头，若是有人能够连续手类9次，并且击败龙宫派出的类主，就可以摘走仙宝。类主是一些年轻的幼龙，修为实力相当于正常水准的归道境1、2阶炼气师，夺宝难度不低，但是众仙门弟子的热情也十分高涨，毕竟仙宝难寻嘛。而当擂台开锣，各派弟子大显身手，场面也颇为壮观。不过1个时辰，就有一名归道初阶的大宗弟子连赢9场，得到了直面擂主的机会，但是一场鏖战被那名龙族少年击退。这时有秦玄雅一拍矮桌，身形飞天而起，身周12把明离飞剑盘旋，落在那名龙族少年身前。一阵。这一天龙宫大会上，渡仙门弟子有秦玄雅惊艳四方，他以一手卓绝的御剑术与控火术连夺4件仙宝，击溃数10名炼气士，击伤4名龙族归道境少年，在东胜神州自此声名鹊起。大战过后，这位今后仙途注定不凡，带着全场注目的女炼气士，拖着疲倦的身躯，带着浑身的伤痕，背着大剑，一步步地走回渡仙门座位区，拒绝了几位同门同辈的搀扶，
不顾几位师叔师伯让他立刻调息的劝阻，路过了自己的座位，继续向后走了几步，低头俯身，那双纤手因为法力损耗过巨而有些轻颤，但是最终他顺利的将那4件流光溢彩的仙宝放在那名此时已经被绝大多数人遗忘的渡仙门反虚2阶男弟子身前的矮桌上。而后他对着那个抬头看他的男弟子露出带着少许疲倦的笑意。这一刻，场内众炼气士对有秦玄雅是肃然起敬，各仙门的真仙都是感慨连连。而李长寿目光相当复杂，言语已然无力，起身伸手想要去搀扶，但是有秦玄雅念着他的病症，又立刻躲闪开了。于是李长寿只能对着有秦玄雅的背影深深地做了个道揖，又在心底悄悄地祝福了九巫师伯几百遍。一处富丽堂皇的海底宫殿内，在那100尺长的大床上躺着的少年突然睁开双眼，反手拉住了在一旁跪坐着正在为他剥葡萄皮儿的侍女。我输了吗？输了吗？殿下您不用挂念，您赢了这一场。什么？怎么会？我明明……二太子，快来人呐！殿下又昏过去了。蔚蓝的海面上白云悠悠，就如来东海市那般，一朵硕大的白云托着16名真仙11名弟子，几位天仙在上方4个方位护持着，朝西北山门方向飘去。他们走得最早，将大片白云甩在了后面。云路宽敞无比，丝毫不显拥挤。这是李长寿与敖乙疯癫之战后的第3天，荡妖大会已经顺利落幕。假领队李长寿坐在角落中，此时已经算是光荣卸任，没有人会去关注他。真领队有秦玄雅因为在大会上表现优异，名震四方，连胜36名炼气士，4名擂主龙族弟子，从而名声大噪。此刻也被众星拱月般的护在白云中央。有秦当日的对手加上那4名龙族弟子，总共有7、8人是归道境1、2阶的实力，而他硬是凭借反虚8阶的修为，依靠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刻苦积累的妙法，以及手中那套威力和品质超越了普通仙宝许多的飞剑，经历一场场恶战，将这些骨头接连啃了下来。支撑着他坚持下来的动力，并不是4件龙宫甩出来的仙宝。万众瞩目之下，他将那4样仙宝放到之前受龙族欺凌的师兄面前，再走回自己座位，盘腿打坐，相当于给了所有人一个明确的答案：不争法宝，争口气。我堕仙门弟子不是随便就被人拿捏的，我同门师兄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当时有几个感性的女师叔师伯眼眶直接就红了，但对于李长寿而言，这4样仙宝就如同4件烫手的山芋。还好他反应及时，托同为破天凤一脉的99师叔将他们暂时收了起来，回山之后转交给有秦玄雅的师父江金山师伯，这才算是处理妥当，后续没有产生多余的麻烦。不过话又说回来，被人保护，有人帮自己出头的感觉，略微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奇怪。此次东海之行，李长寿也并非是毫无收获。后面这2天，一场场同辈炼气士的较量，让他拓宽了不少斗法的思路。这些炼气士来自不同仙门，有不同的主修术法，虽然都以5行阴阳道法为主，但花样繁多，搭配的也十分复杂。李长寿在旁侧看了2天，倒也学到了一些十分有用的小技巧，丰富了纸人的战术体系。增长见识，提升阅历，
也是修行的一种。因有秦玄雅的爆发，渡仙门成了此次大会最大的赢家，不只拿走了1/3的法宝，门派声威也因此得到了少许提振。下次开山收徒大典，说不定能因此事多招纳几个仙苗。有秦退场之后，李长寿的这些同辈弟子虽然也各自登场，但是最好的战绩也不过是7连胜。那位说要给李长寿出气的同门师兄也只是4战3胜，没能见到圣鱼泪主幼龙的面。刚离开东海的范围，又恢复成乖巧的老仙女的九九突然得到了上方来的传声，她连忙驾云飞到空中，去了自家师尊忘情上人的身旁。很快九九就从空中飞了下来，俏脸上写满了笑意。他回到大部队所在的白云上，拿了一瓶丹药放到了有秦玄雅身旁。之前有秦玄雅透支了颇多心力，自2日前大战之后就一直打坐修行。随后九九就走到了李长寿的面前，歪着头打量了李长寿几眼。奇怪，我师尊怎么会夸你会比夸玄雅还要多用2个字？李长寿心一提，啊，忘情上人识破了我的真实修为。不对，那样的话，上人该责问我，为什么不去为门派出力争光，而不是无缘无故的夸奖。喏，给你这个，我师尊给你的奖励，不算在门内奖励之内。九九扔了一个玉牌过来，随后便盘腿坐在了李长寿3尺之外。有几名弟子竖起耳朵听着这边。有秦玄雅得忘情上人奖赏丹药，这自然没什么好说的。但李长寿的战绩只是1战，而且还败了，怎么也会有奖赏呢？这玉牌当中应该是某种高阶的仙法吧，毕竟是忘情上人私下给的奖赏啊。九九眯着眼睛笑着，故作严肃，清了清嗓子。师尊说你啊，在面对龙宫太子时应对十分得当。那个龙宫2太子一肚子坏水，应是想故意让你把他打成重伤输给你，然后让龙宫顺势对咱们渡仙门发难。师尊说了，若非你及早识破，用了疑兵之计，先他一步认输，这次说不定咱们一行就回不去山门了。师尊还说，五师兄在他面前提了你几次，说你心思缜密，行事谨慎，办事十分牢靠。这一次让你做众弟子的领队，当真是没选错人的。李长寿心底的一颗大石瞬间落了下来。忘情上人竟然看破了一整个龙宫的阴谋大戏，不愧是天仙的高度和眼界，就是跟我们这些小虾米的眼界大为不同。虽然李长寿之前经过了缜密的分析，推断那个龙宫太子是想要反向的羞辱龙宫，从而扭转龙宫如今不良的风气，没想到这背后竟然还有这般逻辑，竟然还有如此歹毒的算计。李长寿立刻反思，发现自己站的高度始终不够高，从最开始就先入为主的认为龙宫不敢正面针对三教仙宗，顶多是在比试当中让敖乙沙太一个不重要的小弟子出气。啊，仔细想想，忘情上人这个逻辑好像也有很多错漏之处啊。哎，算了算了，从此时结果来说，忘情上人的这般分析对我是相当有利的。这位上人很赞，很暖，很贴心呢。众弟子有几个人恍然大悟，几名真仙却是一副早知如此的表情，大多对李长寿投来了赞许的目光。平白无故的又收获了一波好感，这总比恶感强吧。回山门之后估计又会有颇为丰富的奖赏。虽然我已经提前拿了无为经。李长寿低头看脸玉牌，发现玉牌之中记载的竟然是一门高深的雷法，
罗天杨雷真诀。心底略作思索，李长寿对一旁的九九传声说了几句，将玉牌递了回去。九九顿时一脸震惊地看着李长寿，修仙快1000年的他从未听到过如此荒唐之事。门内长辈赐下宝物，晚辈竟然还要挑三拣四，更让他去问问能不能把这个雷法换成对炼丹更有帮助的三昧真言修行法。李长寿自然也知道这般做有些不同，但是一来有九九这层关系在，二来呢，他对三昧真言确实是有硬性需求，如果能把三昧真言搞到手，那自己的实力就能有极大的跃升。为此他也只能厚着脸皮了。真是，我非要被师尊骂死不可。九九翻了翻白眼，夺过玉牌，气呼呼地飞去了空中，但半路就恢复了一副乖巧的模样。很快九九顺利折返，用手帕包裹了2枚玉牌，趁着旁人不注意扔给了李长寿。那罗天杨雷真诀忘情上人并未收回去，而新给的玉牌其内刻制的法诀与这门雷法差不多品阶，开篇便是4个大字：三昧真言。仔细读了几句开篇讲解，得闻精火、神火、气火修行之纲要，李长寿的心底顿时满满的满足感，总算是到手了，此行当真不虚啊。可能这件事儿会让自己在忘情上人那儿留下一些贪婪、不知足等负面的印象，但是值了。回山之后，他就扎根在小琼峰上，老老实实的修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钻研真火经。三昧真言并非只能用来伤敌，这是道门流传相对较广的一类真火，以威力大、修行门槛稍低而闻名于世。但是想得到三昧真言的修行功法却也是颇为不易。